欢迎来到24小时动态新闻频道。如果您喜欢的艺术家的节目，请随时观看有关您喜欢的偶像的热门视频，并且不要忘记订阅和支持该频道。郭雨欣近期曝光明显增加，3种不同搭档风格引发讨论，谁更有 CP 感？今天我们来聊一位最近在短剧领域逐渐被更多人注意到的女演员郭雨欣。或许你也有类似的感觉，在最近一段时间里，无论是在刷短视频、看剧片段，还是浏览一些娱乐动态时，她的名字似乎出现的比以往更加频繁了一些。这样的变化也让不少观众开始产生一个疑问：这种阶段性的曝光增加，是否意味着她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周期？先从背景说起，根据目前可以查到的公开资料来看，郭雨欣属于近年来活跃在短剧赛道的一批年轻演员之一。短剧作为一种更新节奏较快、制作周期相对紧凑的内容形式，给不少新人演员提供了更多尝试的空间。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些演员会通过多部作品逐渐积累经验和观众基础，而郭雨欣也被认为是其中的一员。在过往的一些项目中，有观众提到他与王浩真的合作曾引发过一定讨论。一部分粉丝会基于角色关系进行2次创作，并以 CP 的形式进行传播。这类现象在短剧圈其实比较常见，通常是观众在观看过程中产生情感投射的一种表达方式。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种 CP 称呼更多来自粉丝层面的自发行为，并不代表官方设定或作品本身的核心定位。再来看近期的情况，从公开的宣传物料和网络信息整理来看，可以发现郭雨欣在一段时间内参与了多个不同项目的相关活动。例如，有信息显示流星正在进行播出或阶段性宣传，与此同时，也能看到与《时光与你都很美》以及《东北爱情往事2》相关的内容陆续出现。这些信息主要来自目前可见的公开动态，具体档期、角色比重以及制作细节仍需要以官方发布为准。有观众注意到，这几个项目在时间节点上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叠，再加上演员个人账号的更新频率，使整体呈现出一种连续曝光的状态。从观感上来说，这种密集出现确实容易让人产生热度上升的印象。不过，如果从行业角度来看，这种现象其实并不罕见。短剧行业本身具有制作周期短、上线节奏快的特点，演员在不同项目之间快速切换，本身就是一种常态。进一步来看这些合作本身，可以发现他接触到的角色类型和搭档风格存在一定差异。例如，有的作品更偏向都市情感表达，角色之间的互动更细腻，而有的项目则更贴近日常生活语境，呈现出更直接、更接地气的叙事方式。对于演员来说，在不同风格之间进行尝试，有助于逐步积累经验，也可能帮助其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定位。在观众反馈层面，目前在部分社交平台上，确实可以看到围绕这些项目的讨论。一些短视频平台上，有用户会剪辑角色片段，制作情感像混剪，或整理剧情节奏较强的高光时刻。在图片分享类平台上，也能看到基于剧照进行的再创作，例如海报拼图、氛围感滤镜编辑等。这类内容更多体现的是观众参与度的一种表现形式。如果从不同平台的使用习惯来看，也可以观察到一些差异。例如，在偏短视频内容的平台上，讨论往往更集中在情绪表达和剪辑创作上，而在以文字为主的平台中，部分用户会从剧情结构、角色设定等角度进行更理性的分析。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这些讨论大多属于局部观察，不同平台之间的热度和反馈情况往往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很难用单一标准来概括整体趋势。那么，为什么类似的话题在短时间内容易被频繁提及？从观众体验的角度来看，短剧更新速度较快，新角色和新组合的出现确实更容易带来新鲜感。
当同一位演员在多个项目中出现时，这种连续可见性本身就可能强化观众的印象。从内容生产角度来看，也有观点认为，多项目在时间上的相对集中，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叠加效应，使演员的曝光更加明显。不过，这种效果往往是阶段性的，是否能够持续，仍然取决于后续作品的表现以及观众反馈。进一步延伸到行业层面，这种现象也反映出短剧市场的一些特点。当前短剧赛道竞争节奏较快，制作方在内容更新和宣传方式上，通常会更加注重效率和节奏配合。在这样的环境下，演员的工作安排往往呈现出更高的密度，这也使得短时间内多项目出现成为一种相对常见的情况。回到郭雨欣个人的发展，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连续参与不同类型的项目，意味着他在不断尝试不同的角色表达方式。这种过程对于演员来说，本身就是一种积累。至于这种积累是否能够转化为更稳定的观众基础，仍然需要通过具体作品来进一步观察。同时，也有一些相对理性的声音提醒，在短剧行业中，内容更新速度快，观众注意力也容易发生转移。因此，单一阶段的曝光并不能完全代表长期发展趋势。真正能够产生持续影响的，通常还是作品本身的完成度，以及角色是否具备记忆点。整体来看，郭雨欣近期的这些动态，更像是短剧行业节奏与个人工作安排叠加之后所呈现出的结果。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它的可见度，但是否构成明显上升趋势，目前仍然需要更多时间来验证。那么，如果从观众角度出发，你最近有没有刷到他相关的作品或片段？在这些不同风格的角色中，哪一种更容易让你产生印象？你更关注角色之间的互动，还是整体剧情的节奏？这些感受其实也会影响我们对一位演员的整体判断。如果你对这个话题也有自己的观察，不妨在评论区聊聊你的想法。我们下期再见。